现在什么都没有。一部戏没有所谓主角跟配角，只要能把你的角色演好，你就是好演员，你就是厉害的演员。来看看今天是谁哈？哦，3个女人1个芭莎，她们甘当绿叶衬红花。她们是绿叶吗？她们也是花呀。哦，我是才可护士机，我来支持。那么你们做完之后呢，我要第一个品尝，给他打包回家给我吃。下次来。我要吃。不是你们下次来吃，你还要贡献一点东西的。哦，OK。到底我们是要去哪里？是啊，其实有点感觉有点惊喜，但是也是会有点惊吓。是啊，到底去哪里？为什么请香云姐啊、魏芳姐还有丽珍姐？因为她们也是属于看着我入行，然后虽然没有一起演过戏，但是我们都是熟悉的。那辆所以我相信请他们来可以聊很多，我觉得应该是很有趣的。其实很开心啊。对，觉得很久没有这样玩了嘞。对。啊，绿叶衬红花，我就偏偏准备黄花给他们，就是太阳花。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讲吗？太阳花呢，就是向阳而长，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通常在片场呢，我们都很怕他们来，你懂为什么吗？他们一来，你的戏就被抢了，就没了。所谓我说抢戏，不是说我故意来抢戏，他们的表演就是吸引人啊，就一出来，人家都不看你了，看他们了。大弟，我请你饶了菊香，我就只有这么一个女儿。讲真的，我真的很想做 Komodo 的广告，而且我又认识人家 promotion manager 方先生，还算有点交情。我不要15块钱奖金，我不要奖金的，我不要。我不要了，我不要25块了，你把我找死了。我入行之后，他们已经开始演绿叶了。那只是那个时候的风气就是走偶像剧，他们就是演身边的变成绿叶，但是他们永远对我来说，他们是我们的主角。哦，不是这个吧？这个是一个 restaurant 餐厅来的，好像。要跟我们讲去那边这么美啊！哇，真的耶！阿孙啊，是，我看到一个白衣的人呐，不晓得是。哇，白马王子出现了，我看到了。远远看是白马王子啊，因为远送嘛，感觉。近近看，就像一个白马猴子。欢迎，热烈欢迎，欢迎你们来哦！你们刚刚下飞机哈？对呀。你呢？刚刚跟志才哥去哪里啊？来，每人1朵花哈！哎呀，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我没有收过男人送太阳花的，他应该是第一个呀，孙。已经很多年没有收到人家的花了。这么浪漫的一个男人，真的是国民老公。今天是三娘教子。来，欢迎啊！我今天会煮2道菜，一个就是海鲜粥啦。另外一个呢，就是通常会在家里奶奶或者妈妈会煮的菜，就是酸辣菜。酸辣菜，妈妈会煮，很会煮。对，所以这2道 ，OK， 好吃不好吃都希望你们可以给好评啊！欢迎来我的顺势，OK， 来，拍手打卡，哇，不错哎，你们来到这里真的是很像在帮我宣传我的顺势。对，这才也传了一个视频给你。哦，是哦。我们这大家一起。志才，我跟你说啊，已经做到啊
进得了厨房，出得了厅堂，那么睡房呢，不知道就要问文芳了。而且你现在住到海外，那我跟你讲，你已经把这个 standard 提得很高了。我们这些做丈夫的都很有压力。我今天就警告你啊，如果你会做人的话呢，今天煮了菜了之后呢，打包一点给向云拿回来给。对，谢谢。魏芳姐来说，问你为什么没有请他？哦，对啊，他想为什么你没有叫他？阿孙为什么没有请我？阿孙为什么没有请我？葛平叔叔，你现在是老板了啊！等我凑足另外2、3个老板，高层你就可以来了。OK， 你看这个就是我的露天厨房，哇，这个不错吧？的炉嘞。对，哎，我跟你讲，来，我拍这么多集，没有这样的招待的，来，你们的 bag 给我，帮你们收。哎，真的哎，哎，你不要这样嘞，阿顺，我自己来，不用，我来帮你们，我帮你们。你这样我会爱上你，又送花又这样服侍我们。我们下一次吧，下一次。可以这样，不要。每人一个地方，你看，哎呀，送哎，真的是，因为你那2桶水，温水总共有3个liter嘞。啊，3个liter。其实今天出现这个节目，我是有点怕。我想，为什么我今年没有问我要不要上这个节目，就把我安排进来了？他带面包来。上一个系列你有没有看？我看上一个系列煮的东西还蛮好吃的。是啊。那如果今天不好吃怎么办？我跟你讲，我带了一个面包来嘞。为什么？可能吃不饱，可能要等，今天肚子饿。还有一个小的，你看，这个小包哈，里面装的是什么？是药啊。 OK， 你跟汉伟真的一样哎。我们的汉伟大哥出门放个 luggage 都是药。或者这个肠胃这个头痛、伤风、感冒的，头痛都有分左边、右边头痛的药。没有了，这些不是药，这些是维他命。你们常常在一起啊，常出去啊？哎，我们很多话讲，是吗？我们一坐在一起就很多东西讲。好，我刚才讲了，我今天煮的是一个酸辣菜。你们对酸辣菜有什么印象吗？酸辣菜我的印象都是咸菜鸭。咸菜鸭是咸菜鸭，我觉得酸辣菜应该每个籍贯的婆婆妈妈都会煮。我妈妈对会，因为酸辣菜的来源就是以前，比如说吃不完的菜肉啊，隔天要怎么弄，就是丢在一起。我要问呢，你现在的这个菜是不是前几集剩下的菜？对呀，我在讲我这个问题，我不敢问呢。我要问呢，你现在的这个菜是不是前几集剩下的菜？对呀，我在讲我这个问题，我不敢问呢。等一下啊，随便觉得我们会这样亏待我们的顺客吗？不会的，我们每一天的料都是新鲜的，哦，那就特地去买的。哦，对，那海鲜就在这边抓。是，对，我已经抓好了。你抓哪？我已经抓好了。当然呢，今天哦，什么感觉你知道吗？那我现在呢，就好像要抓一些好料来孝敬丈母娘一样，所以呢，一定要抓好的给他们吃。哇，肯定可以啊，够大。好，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第一道我想煮的就是酸辣菜。好了，来一个帮我番茄切成块，这个芥菜帮我拔开来，这个姜帮我切这样拍一拍就好了，拍一拍哦。对，拍一拍就好了。哎，我跟你讲哦，他们3个人的缘分都差不多，在同一部戏，但是很少对上。丽珍姐，我跟你在2部戏，一部啦，一部吗？新阿郎跟难兄难弟没有对到，没有对到，那个难兄难弟也没有对到啊。有难兄难弟一点点。老娘跟你讲，我可是正经的女人，可不是那种不三不四的女人，我是她家人呐，怎么样？还看？丽珍姐她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她给我印象，她就是那个很前卫的艺人，就是穿得很性感，感觉就是做事大胆，她是有话直说的人。通常跟她这类型的人一起，大家会很放，大家很放得开。这个就不用讲了，这个过年啊什么聚会会去他家。我印象最深刻就是跟他去那个中国拍戏，如来神掌。我相信你年轻的时候一定也是个大美人，现在只是因为老了，所以呢，女人重要的是品德，而不是样貌。然后向云姐呢，讲真的，我从来没有跟她演过戏，真的，我从来没有跟她再碰到面都没有。我们真的完全没有联系的。
完全没有。我跟文芳还比较熟一点，但是他跟明顺结婚之后，我们就完全没有联系了。那向云姐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很认真，对我来说当年是很严肃的一个演员，就是会笑，但是他不会跟你开玩笑那种，就很认真。可能就是不熟嘛，对不对？对。其实我也是一向来是慢热。哦，是吗？可能啊。对，我们要很熟才有话讲。我在很多年轻的艺人当中应该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话多会得罪人，所以我平时都不太爱说话。虽然现在的年轻演员都认为他们是绿叶演员，我觉得不是，他们本来就是主角。我不用说，我相信，我绝对知道他们这3位在那个年代有他们自己的代表作。快下雨了，我们走这条近路吧。那条路不好走，东西这么重，走近路还不好吗？我翻身的那一部就是《红头巾》哦，因为那个时候我签了2年合约没有戏，所以我差不多应该是要离开了。哦，是吗？哦。然后后来就接到这部戏，我说哎，这个就是最后一把，赌一把吧。结果就因为这样翻身了，就一部接一部，一部接一部。对，向云姐的第一部代表作，也是我觉得的那个代表作，应该是。阿梅，水哥，我没做错什么。我知道，你不会做坏事的。其实我是很感谢，就当年给我机会了，演那个《雾锁南洋》啊。对。但是讲真话，想想看也挺，那代人已经走得七七八八。是。有吗？真的有。40多年了。明顺应该是我这一批看《雾锁南洋》的最后一批观众。我有朋友跟我讲过，你不要再想《雾锁南洋》这件事情。当时我想很有感触，因为很多人都以它做我的代表作，但是它已经是1、2个世纪以前的事了，所以我也把它放掉了。所以很开心还有人记得我这部戏。我看你这部戏的时候，是我在马六甲刚崩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家有一个小电视，每天晚上我们都会看8频道的戏。电视一开，那个我的邻居全部就来了，坐满整个客厅，真的坐满，就看《雾锁南洋》这部戏。是，其实那部戏对我的影响很大。是啊，因为以前新广的戏剧是陪伴我长大的，就是有一种情感在里面。像新加坡当初刚刚开始建那个地铁的时候，我是专程从马六甲特地搭巴士来到新加坡，感受一下地铁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跟新加坡的缘分是，我觉得是从我小时候看 SBC 的戏开始。我比较幸运啊，我有很多部都是我觉得我的代表作，好像《阿公巴布蝶》的阿玉啦，后来我又去演那个，我自己拿最佳女主角，就是那个3个半女人，我很 sexy 的。3个笨女人陈丽珍小姐，恭喜丽珍。都是很不一样的形象，很不一样，连招娣让很多观众啊买票进去电影院看啊，然后又很多男孩子哭啊，男人哭我都很开心。说到来，他们3位都是演过电影，而且演得很好的电影，《小孩不笨》也是当年很轰动啊，卖了好多啊。我到中国拍戏，所有那边的观众都记得《小孩不笨》。想到新加坡电影就是《小孩不笨》。是。对，没有想到哈。近年的呢就是阿朱妈啦。对，阿朱妈哇，走遍全世界嘞。是。哎，你懂阿朱妈给我什么感觉？你知道吗？什么？我以前到现在的奖金一次过给你了，有没有这样感觉？有没有？有，对不对？连本带利拿回来，是不是？连本带利拿回来，所以我觉得，不管是男演员或者女演员，就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带给我们第2次的春天，对不对？就像你今天煮的酸菜一样，什么都要放进去，慢慢熬。对，我们就像熬那个菜哦，每一道都好吃，好吃，但是你把全部放在一起的时候，哇！当初我在电视台演戏的时候，他们已经是我的前辈，因为我也经历过年轻嘛，就是当我们在现场彷徨的时候，不知道那个角色怎么演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就是找他们呢，在现场看他们怎么演呢？他们的表演对我们影响是很大的。我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今天就让我陈梅华做一件好事，让你们一家团聚。我想你，我想疯了。因为有他们，我们才可以不断的往上爬，往他们的方向去寻找目标。洪慧芳、新闪闪。
云。恭喜湘云姐，陈丽珍，哇，恭喜丽珍！谢谢大家，谢谢所有支持我的朋友们 ，I love you all。我非常谢谢实现我梦想的每一个恩人。配角也好，主角都好，我们都会尽心尽力把每个角色演好。我觉得他们的这个现在的心态跟状态是非常好的，而且我感到非常开心的是，他们的孩子们都长大了。对。有2位的又进入我们这一行，是，对不对？那你当年他们说要进这行的时候，你们是有讨论过吗？或者是有阻止过吗？或者是有就是支持？其实我们之前是不太赞成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圈子也是很辛苦的。是。对，但是孩子们可能从小啊就是这样潜移默化啦，慢慢的默默的被影响到。是。所以当他们决定要走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们真的有一点惊讶。对对。好像儿子这样子，明明读完大学哈，应该去走他的学业的方向。是。但是后来说他要演戏，想试试看。是。然后他就这样来演戏了。反正现在他出国留学了。专读画画吗？啊，对，艺术管理。但是他还是喜欢演戏，所以我最近从英国回来哦，他跟我讲，其实演戏很好玩，我心里面有点怕。不会啊，因为其实我非常欣赏他的女儿。哦。我觉得他女儿很另类。对。就是不是另类，所谓另类不是不漂亮的另类，不是。不是。很漂亮，就很前卫，很有时尚的感觉，所以拍的杂志都很好看。谢谢你哦，所以他需要长辈们啊加持跟帮忙。不会不会。其实他是有兴趣，但是我从来不会说你要达到某个目标，开心就好。因为我要讲的就是我们的孩子流着我们的血。是。当然我也是一样，就是说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将来做这行。他会有兴趣吗？你觉得？但是我觉得有可能哦，因为我儿子他其实不喜欢这个东西，但是每次请他上舞台站着讲话什么，他很开心上去的。对啊，他就是有你的遗传。欢迎文芳。哇！反正我的2个孩子没有这样的感觉，是吗？他从小不敢上台的，是吗？结果忽然间长大了之后就，我想尝试当演员，我就傻眼的。但是因为他们，比如说像你的孩子、你的女儿跟儿子，我没有想到他儿子唱歌这么厉害了。是，我没天分，我也很好听哎，很好听，他的声音很好听嘞。是。我儿子呢他就在疫情的时候，我听他说他写了40首歌，我才知道怎么你会有这个歌唱音乐的天分，我跟葛平都没有的，他竟然有这样的天分，又能创作，又写歌，又制作，又自己唱，所以我感到很自豪。然后我没有想到他女儿这么会打的，跟他爸爸一样哎，所以这种天赋就是从父母身上来的 DNA。对，所以他们说他们要进入这行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阻止的。对，当然对。其实我很不喜欢人家叫他们星2代，我觉得太偏激了。对，因为我觉得他们本来就有自己的天赋，有自己的潜力，因为星2代就感觉靠着父母进入这行的感觉，对，所以我是非常抗拒的。虽然我的孩子还没有进这行啦，对，我不是帮他讲话哦，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会给他们造成压力。哇，那如果等你的孩子成长，我就要演他奶奶了。你是要哪一个先啊？都一起，可以放一起。一起吗？来。那个菜辣椒我拿过来，那个阿3片拿过来。3片拿过来。节目拿过来，冰糖拿过来，这样够了。我在这边洗菜的感觉就是回到我的童年，因为以前我住在38嘛，然后有菜园，有养猪、养鸭、养鸡，然后他们呢就有一口井咯，就是这样，井的旁边我们就放了一个盆，对啊，有时候在那边洗菜啊。对，那你的童年呢？有在那个五级芝马山脚下吗？就是一个森林来的。然后我奶奶家呢，就是在鱼池的中间，平时抓鱼啊，抓 spider 啦，玩在水里面玩啊。有，我们那个 K 龙的厕所是洞来，下面就是水来的，所以你只要去便的话鱼就来了，鱼来，我们就一个人在便，一个人就在抓鱼，很可怕的。丽珍姐呢？我没有他幸运，因为我们比较贫穷，我们7个人住一个3房室，哇，然后还有一个瞎眼的外婆，然后
后后来我爸爸又残废，所以我的比较悲一点。是。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讲我童年，因为每次，哎呦，我不喜欢我演钱，因为童年都是住在竹屋里，然后我哥哥啦，然后我们兄弟姐妹7个人就挤在个小房间里。那因为我爸爸是家德士，那有一天我爸爸起床就中风了，那时候他还很年轻，那我也很小，那哥哥也还在读书，那所以那个时候好像突然间。没有人去外面工作，因为那时候就是那个年代，我爸爸是比较大男人主义，他就是不让我妈妈去外面工作的。其实我觉得那段经历哦，真的很好嘞，是丰富了我们的人生。我听说你演那个我们的故事，你说你是以你的妈妈对过去来演的。好，我现在一面煮一面跟你讲。你刚才怎么煮？我看你的煮法跟我妈妈是一样吗？我会先把它炒。对。辣椒干。哇，辣椒。我今天要好好学，因为我要回家煮，一心很爱吃。哦，是吗？对，这个很好吃的。是。我觉得明顺有料他真的会煮我原本没有想过阿纯会煮饭的，其实哇，他真的是做什么像什么。然后就把它放在这里，再加你可以直接在那个砂锅炒了，我觉得。对，它看颜色就很美了。是。炒完之后才把这些好料对放进去。我还是要用手套，不能。没有，就拿着用那个勺下去就可以了嘛。因为我今天要抓芥菜。妈妈来教了，来就这样就可以了。来，你看，其实我在这一方面蛮鸡婆的，因为他要戴手套，要麻烦。来，我来，很快的嘛。因为我们做惯了，所以手脚就比较快一点的。然后tomato ketchup，但是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什么叫 ketchup 嘞。对啊，我也是很好奇啊。tomato出来那个味道很特别，我觉得。是。这是什么？酱油。OK， 好了。OK， 这个时候就可以加芥菜了。我忘记放一样东西。什么？辣椒。辣椒。对，辣椒。对，你可以放，你可以不放。好，这样子滚完之后才该关小火了。是。这个起码要炖个45分才会有味道。好，那我们可以去喝个咖啡了。有吗？有咖啡喝吗？有没有咖啡？我们有啊，我自己泡给你们喝。你泡啊？来，用机器的吗？很厉害啊！用手的，怎么用机器？老实讲啊，我们本来有那个锅皮袋但是好像被狗咬去了，所以不见了。我们就用这种最传统的。对，你看他无辜看着我们呢，你又看他了。等下你看呀，这个是很传统。以前我做三八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做啊。当你找不到那个过滤袋的时候，就是用两条毛巾啊。这样做法是对的，而且过滤的特别的干净，没有什么渣的。真的刚好只有上小杯 ，OK。那你自己呢？我不用，我喝过了，我喝过了。谢谢丽丽耶！你的咖啡真的很好喝，很浓很香。咖啡粉他们买的好啦，不是泡的人的原因啦。不是泡的人呐，原来。那你们可以跟我说，你们是受什么影响，想要进入这行？我的很奇特的，因为60年代那时候我爸爸是放我进华校的，所以我的梦想是去南大的。结果到了
7多年他改政策，全部变成音效，对，全部要用英文来教，所以我中四没有毕业，找不到工作，然后就演戏是讲华语的。哦，也不是说你喜欢演戏啦，我不能演戏的，我在学校是不讲话的。阿朱妈你怎么演的哈？他会演戏，他会演戏。所以我当艺人的时候，我同学们都笑了啊！你当演员，你连上台都对。结果我当演员当了40年。丽珍，我读你的履历啊，你以前是做 event 的，是，我是举办选美赛的，就是很多那些新加坡世界小姐都是在我公司发掘出来的。你那时候几岁？我很年轻而已啦，我20岁就要出来做工了。所以你后来是怎么样去参加？就因为有一天是那个编剧蔡淑清女士来找我，她说有这个才华横溢出新秀，问我要不要参加。她是怎么碰到你？我那时候有去 gym 的，然后她就有看到我，然后她就很有诚意拿那个表格给我，你说我要不要参加？所以我就跟她讲好了，我参加，可是你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对，像她是天生会演戏的，然后她才华是不是啦，我有一个结论，现在要进入演艺圈的年轻人。你们要进来，但是要假装的一副我不要了，不要，就进去了。你越想要，他就不会来找你。可能是真的要这样子的。夏云杰，对，因为我其实是看我爸，我爸以前是拍过电影的。哦，是哦。开飞。哦，我看到这些照片，他是开飞。哦。那所以他有一个梦想，所以那时候我小6的时候呢，就立德呼声，就招考这个演艺训练班。然后我跟我爸讲，他就很支持我，每个拜6他就送我去立德呼声上课，我就在那个时候把我的华语基础打好。到中4的时候，我的同学就说，电视台有演艺训练班，你要不要去？我就去参加演艺训练班喽。也是一样，我同学叫我参加，后来我竟然没有进，每个都同样故事的。所以从现在开始，你们这一生中不要叫人家去参加，自己静静的去参加。跟你讲，叫别人去参加，分分钟就被抢掉了。但是你们在这行这么久，你们怎么看现在的年轻演员？就比如说要来演戏都没有做好这个华语的能力的准备，你们怎么看？敢讲，不要紧的，没有人敢讲你们的。我觉得你们非常有资格来讨论这件事情。你们怎么看现在的年轻演员？就比如说要来演戏都没有做好这个华语的能力的准备，你们怎么看？敢讲，不要紧的，没有人敢讲你们的。我觉得你们非常有资格来讨论这件事情。那个年代我们进来是多数是喜欢演戏，然后呢，现在呢就不大一样，因为我们有所谓的网红，是有一些他们的重点一直是在网红那边，他们也不觉得我的演技需要好好去磨练，是，所以他们在整个参与的过程，他的重心不一样。是，你讲的非常对，我觉得是现在市场需求不一样，是，他们把一半的精力都放在怎么经营他们的私人媒体，对，但是我还是一句话，就是说，当你要当演员的话呢，你必须得牺牲的，你不能够两边都兼顾的，不可能的。对，不是，可是我接触的这些年轻，我接触很多，我觉得他们自己都有自知之明的，因为他们也会自己去要求把他们的中文讲好。我真的觉得我们现在的年轻演员真的很需要他们这班资深艺人来带领他们，不是要学他们以前要走什么，不是，就是大家一起演戏，有一个榜样可以看，在表演上。来，我们现在开始煮海鲜粥了。来，需要你们再继续帮我哦。来，那个虾对啊，剥啊，不用剥，然后你把它修掉的胡须啊、刺刺的啊，帮我剪掉它。然后手动帮我切一块一块一块啊。这个蒜头啊，我只是要一点点的蒜末。你们在家里有煮嘛，对不对？对啊。以前是男主外女主内嘛。你们有什么经历？比如说换成你们到外面去赚钱？我家有哎。有啊。对，我的老公其实他在。一心大概4、5岁的时候决定退出演艺圈啦，然后就在家里，最主要他是想要陪孩子嘛。因为那时候晨曦的眼睛受伤之后，他有一种领悟吧，因为他本身就是蛮有画画的才华，那时候他就从事广告设计，所以他就开始息影了吗？不是吧？他算是嘞，他就完全就离开。他现在不想出来演戏吗？他现在是说等待好的机会跟好的剧本啊。你这样不要等了，我们的年轻一辈很需要你，我也需要你，跟我演兄弟。对了，你赶快出来，不然我已经没有老公了。对啊，对，
我的盘呢都已经吸引了，像韶光啊、志猜啊，对你看金星这些都已经很少出来演戏。对，你又 keep 到这么好，对不对？演我弟弟好不好？演我弟弟，在家闲着也闲着，有时间就出来拍戏嘛啊。Hello， 明顺，不敢，有一天你的存在我不敢出来。所以如果现在啦哈，换成你们老公永远在家里，你们赚钱可以吗？可以啦，可以啊，都可以啊，他可以。对，如果他在家很开心，就让他在家吧。对啊。这种就是红的人讲话就这样。不是，好光我可以啊。没有，你不明白的。我在家里可以，没问题的。可以啊。其实做工哦，很多时候是因为家庭负担啊。是。因为现在我们退休年龄啊，我们需要不多，想要的很多。很多。是。对。没有，我是希望我老公在家啦，我出去赚钱。为什么？啊，我觉得他工作很辛苦。我老公不可以停下来的，他一定要做的。他说他停下来就只觉得他是很废物了。没有，我们这个年代的人也挺惨的。我们一定要有工作做，我们没有工作做，我们就觉得好像没有存在的价值。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不能停下来哦，就怎样都要做一点东西。你就会心很慌哦，你会吗？会，我会的嘞。聊起来了，根本不用我问问题。拜拜，好，我们慢慢聊 ，OK。我们等你煮饭。没有，他们撇开我，撇得好自然哦。也不是啦，还是需要那个白马王子的。哇，你还要插那个，大家分工合作这样。慧芳姐，你最近也常常出去拍戏了嘛，对不对？对。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新的环境跟经验之后，你有什么心得？拍摄的运作其实是大同小异的，就是人跟人之间的沟通。不一样的国家，他们有不一样的沟通方啊，语言的沟通方式不一样，习惯不一样，习惯不一样，所以你要懂得怎么样融入他们的那种方式，从那边再提升自己。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本身要做足功课。你不要去那边好像什么都不懂这样，或者是最重要是那些台词。我从出道到现在都一直在等机会，但是在等机会的时候，当然我也是准备好这个机会的来临，什么时候来没有人知道的。但是我是属于幸运的，大概60岁才等到我第二春。我告诉我自己，这就是我唯一的机会，我就要豁出去把它演好，要不然就离开这个圈子。对啊！小心啊，干嘛发生什么事？手没有力，我手没有力。我跟你讲，你阿舅妈生活过太久了，你最近这几个月过得太好了。可能你拍戏缺少运动哎，是，可能 OK 吗你 ？OK， 没事了，太重了那个很重哎。我要漏税啊！哎呀，手酸，还没来接手。哎，妈妈够了，不要这么细。算老公的踢了球就是这样。你小心哦！哇，瞬间现在变成我以前刚峰家的厨房，你听到没有？咚讲话，你讲话的声音，然后自己在叫的声音，有没有？对，我又回来了。对呀，剁猪肉还有种那个辣椒，哎，这些都是我们童年的回忆的。然后就是万家灯火，然后每一家出来那个香味都不一样。有时候就是你可以嗅到真正的虾米的味道啦，还是辣椒味啦，很简单的味道，但是你会觉得是一种家的感觉。哎，其实这个冬菜哦，真的其实很重要，很重要，真的很重要。酸鲜甜，尤其煮粥啊，哇。这个已经很够甜了，它还放那个干贝下去，哇，这个粥卖很贵。这海鲜多过粥嘞。所以你们来料要用足啊。稍微焖一下就可以了。开饭！耶！来，哎，
我跟你们讲啊，我觉得老天爷真的很眷顾你们呢。哇！真的，你看早上我们在煮在聊都也没有很热，对不对？是。那我们一拍完，你看马上下大雨了。我跟你讲，我们先来看这个，这个是我们从第一系列所留下来的照片。OK。慢慢看到你们。哇！来了，阿啾。当年啊，窈窕淑女呀！你看阿水阿梅哈，对，阿梅嘛，对不对？很多回忆，很多回忆。因为你们有很多我们以前的照片，而且我很惊讶，你们还找到我们窈窕淑女那个照片呢，还有跟阿准拍的那个戏啊，难兄难弟的照片啊。我觉得制作组真的是很用心哎。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惊喜啊。哇，你们真的很有心哎。所以你们看到这些照片，当然想念一定会想念啦。会啊。那你们有什么想法呢？看到这个？原来我曾经年轻过。真的，我也是这么想的。是吗？对。但是你会觉得哇，原来一晃就这样过了这么多年哎。我会有一句话，年轻真好。真好啊！因为有我第一的转捩点，跟我现在的第二春，所以两个放起来的中间这个过程，你就会有那种回想，说我中间怎么过，怎么过到今天。那时候百花齐放，我是觉得很兴奋的，因为每一天都有很多惊喜，大家都抱着愿意付出，就是很想就把这个影视圈做得更好的一种热忱。我是觉得我很幸运啊，因为那也是我人生中最辉煌的年代，我就跟所有的新加坡人也一样，就共同的度过了这个阶段。来，赶快来吃吧！好，来，吃，坐。好，来，时间不多，时间不多，很期待嘞。好，来，我帮你们盛粥哈。鲜的味道，哇，闻到它的味道，真香，是很香，很香，对。老王卖瓜哈，是很香，我现在吃一口先来，真的好吃，真好吃啊！鲜甜呢，鲜甜啊。对，我第一口吃这个海鲜粥哈，我第一个感觉是哎不够咸，但是我再吃多2口就发现它不是咸能够代替的，它是个鲜，所以越吃就越好吃。来，我们不要只顾吃，我们聊一下啊。那你们退休之后有没有想要做什么事情吗？只要我没有失智，我还能走还能动，我是不可能退休的。啊，我是想要做义工。义工啊，哦，很好啊。最好去老人院跟他们一起卡拉 OK 做运动这样子，唱歌。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哎。我喜欢。湘云姐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好像做个没用的人，真的是。可能我们会有老人失智症，会啊。对，这演戏就像白岩叔叔讲的一样，对，有一天无法记台词的时候，或者记剧本的时候，就是我要退休的人。是，这个是绝对的。虽然人生历练丰富了，层次不一样了，但是因为体力各方面是有限制的，因为你站不久，也不能熬夜，是这样，所以要讲好是演几个钟啊，到我那个年龄的时候 ，OK， 不能要有充足的睡眠10个钟 ，OK， 只能够9点才可以开工。我觉得你们有资格。很好吃，好吃啊，好吃就多吃一点啊，好吃哈。对，另外一个哦，我刚刚我们聊到的东西就是有一个我想深入的去问你们，什么？就是你们到了一定的年纪，一定更年期就来嘛。对啊，因为我觉得荷尔蒙的变化是每个人都不知道的。但是一段时间之后，你们有没有发觉自己是因为这个女人必须要经过的这个阶段呢？我有嘞，到最后我那个情绪已经过了，就是过了之后我才知道为什么当初我会这样了。讲到另外就是太迟生孩子就有这个问题。哦，是哦。因为你的更年期跟他们的青春期会搭在一起，所以会撞出很多就是不好的火花。哦，就在沟通方面，是吗？因为他们青春期的情绪跟更年期的情绪是差不多一样的。很多人不能理解，就会说你理论上是你不要想，你不要。其实当你到了一个年龄，荷尔蒙还是各方面，你会一早起来莫名的沮丧。是。对。这个是蛮可怕的了，因为莫名其妙，今天没发生什么事，为什么我感觉到特别沮丧？恐慌、沮丧，所以我觉得朋友很重要，你结交多一点朋友的话，你可以互相倾诉，然后互相做一些同样的活动。是。而且你有心理准备的话，其实我觉得是蛮顺利过的。心理准备这个很重要。对啊。像最近看到一个视频，他说到老的时候呢，我们要保持我们的肌肉，一直要去锻炼嘛，对不对？他说你不是说一锻炼就 OK 咯。当然。他说
只要你4天不锻炼，你就退化，你就会马上就退化到对好人去了。对，但是4天很快啊，很快啊，真的。所以脑袋也是这样啊。你发现到，如果你太久没有拍戏的时候，你回来拍戏，你会那三呢还不能融入的，记不了台词，会慌。但是你一直在运作的话，对，你还是会记得的。你没发现这一点？哎，你的粥太好吃了，来点多一点，真的粥很好。哇，这个是我最开心的。为什么？看到人家很 enjoy 对吗？不断的要求的时候，或者是你表情，我就会很开心、很满足。这餐没话说嘞，真的。真的。因为你把传统的这个酸菜呢的味道都煮出来了。谢谢。因为有时候有些会配菜酸，但是里面的配搭辣啊、酸啊、甜都刚刚好。谢谢。非常好。这个酸辣菜我一边吃就一边很多感受，因为它是我妈妈的拿手好菜，也是我们家的家传菜。在我妈妈过世之前，在家那段时间，她会说：“我今天煮酸辣菜，你们回来吃哦。”她也让我们全部回去吃，包括我的女儿，她很爱吃婆婆的酸辣菜。我妈妈煮完之后，一定会拿2个小锅给我带回家给一心吃，所以我吃的时候，我心里是有点难过的，我想念我妈妈，怀念她。她已经走了几个月了，时间很快。人呐，不管活到多大年纪，父爱母爱还是最重要的。原生家庭给我们的影响跟爱哦是永恒的，就算他们没有在我们身边，他们的精神都一直在我们身上。吃饱了哈，让你们回忆一下你们以前童年的一些快乐的事情。我相信你们童年一定会有去到一些游乐场，翻飞，对，今天就带一些来给你们玩。哇！我们来玩这个游戏哈，我相信每个人都玩过啊。对，来，好不好？阿珍来去，阿珍先来，阿珍。哇！我还以为真的是这么容易，不容易的，真的不容易的嘞，真的不容易的，我很差的。OK， 我跟你们讲，经过这一轮之后，我的结论是什么？是吧？还是好好的演戏比较好。我来拽一下啊！哦，你拽。我没有中的话，阿孙有主意就由别人主持了啊。来多几个。继续主持好不好 ？OK， 我们阿孙有主意，下一集见。系列，谢谢大家，谢谢。我飞回来是值得的，因为可以跟这样的一个团队呢，我觉得不止让我开心，也可以让观众开心。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会带给我回去的时候满满的回忆。因为有时候人生能够在一起合作一个节目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今天接到说，我可以近距离的靠近李明顺，我又可以跟我3个老朋友在一起。2、3、5。其实我很愉快，今天我来之前我有一点点小压力，我没有想到是在一个这么舒服的环境里面吃到这么好吃的食物。阿笋有主意，发扬光大，顺到世界各地。谢谢你，阿顺，带给我这么多美好的回忆，爱你哦。我们从来没有合作过，这是我们的第1次。谢谢你带给我这美好的时刻。哇！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可以。哇耶！高高在上，阿顺。伟大的妈妈们，你们让我更了解女人，也让我成为一位更好的男人。
虽然说它们就是叫绿叶，就好像一棵树有那朵花，很多绿叶。那如果没有这些绿叶，这个花，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所以绿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演戏啊，不是你戏多就一定会成功。真的，有些人只出来一个镜头，他就火了。